首先，什么是梅纳反应 （Maillard reaction）？ 传统油炸是利用高温的油包裹住平均的浸透食物，然后食物表面温度会迅速升高，同时大部分的水分也会蒸发，使表面出现一层前造层，也就是金黄色的炸液。而食物中的蛋白质和碳水化合物也会发生裂解反应，使食物颜色变黄、煮变深、煮甚至变黑，也会产生甜味。这种一连串复杂的化学作用就是所谓的梅纳反应 （Maillard reaction）。其实凡只要涉及碳水化合物和氨基酸的高温烹煮都会产生梅纳反应。常见的例子有各种肉类变熟时呈现褐色炸薯条的金黄色，咖啡和茶叶烘焙美味的红烧肉。且慢，中秋节就是要吃烤肉，怎么办呢？烤肉的魅力在于难以控制火候，食物表面微微焦黄，散发出诱人的香味。当涂上咸中带甜的烤肉酱时，甜美的焦糖香味神奇地扩散开来，将任何普通的菜肴变成融化在你口中的盛宴。您可知道，这样焦香迷人的食物，其实是处于美味与不健康的危险平衡上吗？这种美味的来源是由于高温导致的食物中淀粉、糖和蛋白质的梅纳反应 （Maillard reaction） 和焦糖化反应 （caramelization）。当加热到140摄氏度以上时，氨基酸与还原糖类在加热至140摄氏度以上时产生非酶褐变的过程就称为梅纳反应。过程中释放许多气味因子，并且产出类黑鲸与拟黑素，也就是能够把食物炒香、上色的原因。而糖类在单独的情况下，也就是没有氨基酸或其他物质，加热到180摄氏度会开始脱水并裂解，而这过程就称为焦糖化反应。烤肉酱中的食品添加物像是修饰淀粉、调味剂、焦糖色素，在这些高温的反应中固然会产生美味的结果，但过度的高温反应也会使原本食材的分子重组，产生复杂的致癌性毒，例如一环胺物质 ACSO 环芳香烃、帕西亚硝酸胺、丙烯酰胺等等。追求焦香的同时，人们同时摄食入大量危险的成分。除了食材本身的高温化学反应，烤肉的器具、铁网、免洗餐具、铝箔，因其涂料或器具本身在高温使用下不免释放出不稳定的化学分子，使用上是必须注意的。照你说的，那日子不要过了。梅纳反应产生的香气是否有毒，谁说了算？要了解为什么食物会致癌，我们需要了解致癌性的定义。简单的说，致癌性意味着有毒，而一种食物是否有毒与质量和数量都有关系。请冷静下来，好好想想，糖类、蛋白质、加热，这不就是每天厨房都会发生的事情吗？先不要惊慌，根据瑞典的一项研究，人类每天从食物中摄入的丙烯酰胺约为 1.7 微克每千克，远远低于导致动物神经和生殖系统损伤的量100倍。然而，如果你想尽可能远离这标准，但想要离这个标准越远越好的话，建议可以选择低温油炸来避免高温状态。而咖啡爱好者也可以放心，因为台湾大部分的咖啡浓度较淡，较偏酸性，因此丙烯酰胺含量相当低。丙烯酰胺在酸性情况下不易产生，但该怎么吃才能同时顾及口腹之欲和避免致癌这两者呢？建议可以将分散风险的概念套用在饮食上，就是尽量避免大量的吃单一食品，任何营养过量了都可能变成伤害，而我们最常听到的伤害就是致癌，说白了就是浅尝即止，吃多可能要命。致癌物听起来可能很夸张，但它们实际上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不知不觉的存在。以被列为1级的苯为例，食物摄取量其实只占每日摄取量的一小部分，大部分还是从空气中摄取220微克，而吸烟者的摄取量则可能高达7900微克。但致癌因子并不是癌症的代名词，许多你我熟悉的物质都含有这些所谓的致癌因子，如 2A 级分类中有丙烯酰胺和红肉等物质，单氯丙二醇和咖啡被列为2B 级，许多人每日常吃的胆固醇和茶则是3级。这些分类是什么意思？事实上，它们代表了致癌物的致癌程度。根据国际癌症研究机构 IA， 致癌物被分为5个大类，1级确定为人类致癌因子，
2A 级极有可能为人类致癌因子，2B 级可能为致癌因子，以及4级极有可能为非致癌因子。在这所有分类中，只有1级致癌因子已有充分的流行病学证据证实可致癌，其他分类则停留在动物实验阶段或是证据不足。面对传说中的食品安全内幕，提醒大家绝对要听、看、听。最重要的是，我们不要被耸人听闻的媒体头条和热烈的讨论气氛带着跑，并学习当个留言终结者，针对不合理的解释用于寻找专业背景提供的解答，不让真正的食安危机在混战中失了焦点。